元尊看着手中的极雷神锤，两眼散发出金芒，喃喃道：“不愧是绝世神器啊！如果此物给寻常的大道主神夺得，那么就能够彻底的施展出这道绝世神器的真正力量，更是能够让其本身的力量达到一个极其极致的状态，对抗比自己强大一些的对手也是没有多大的问题。但是今日为了能够封印这个恶魔，就只能将其作为大阵之眼了，不然这武器给小龙倒是不错的武器。”说完之后，元尊也不再浪费时间，直接催动玄奥的大道神力，对着极雷神锤就是一顿输出。明九兄，我们一起将这恶魔彻底的封印于此吧！元尊周身的金色光芒暴涨，恐怖的能量也是彻底的释放出来。后者也是第一时间收到信息，同样的将他那紫金色的另类力量远转了起来。好，有了这道绝世神器作为大阵之眼，那恶魔怕是无法再破风而出了。说着，明九王的体内一股无穷无尽的能量也开始往外释放着，整个天地间都是充斥着两位大道主神的玄奥波动。在元尊和明九王的一顿操作下，那道绝世神器也是发生了变化。刚刚原本其上的无数道雷霆开始收敛，直至最后表面上没有任何的雷霆，不过却是有着非常特殊的能量在其表面缠绕着。这股特殊的能量应该就是封印神法大阵的能量，不愧是绝世神器，这么快就能够代替灭世神火，成为大阵之眼。看来这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必须是了不得的宝物才行。当初那位大能在这无量神界布下如此的封印，想必也是花了巨大的精力和代价，不然的话根本就无法将这个恶魔封印在这里数千万年之久。就算是现在强如元尊以及明九王这能大道主神，都对当年在这布下如此庞大的封印神法大阵之人感到震撼与惊异，因为这不是寻常的主神能够做得到，这可是将整个无量神界都笼罩在了封印神法大阵之中。施展如此恐怖又庞大的封印神法大阵，除了无上，怕是无论哪位大能都做不到。随着元尊明九王对绝世神器力量的激发，使得极雷神锤很快就与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之力产生了共鸣。在众神指强者见到元尊他们成功将极雷神锤变成大阵之眼，心底里也是为这个事情极其的开心，毕竟这可是关乎到他们这方神界的生存和毁灭。太好了，他们成功做到了，这恶魔已经跑不了了。不少超神势力的那些神指开始举手欢呼了起来，小龙与韩吞吞以及夭夭等人也都是为此事松了一口气。他们此前来这里的时候，就是会担心这样的事情发生，结果还真的让这个恶魔差点破风而逃了。然后就在众人以为一切都非常顺利的时候，那大地之手竟是发出异样的咆哮之声，咆哮声中带着无比恐怖的气息，直接穿透了元尊和明九王二人所施展的强大禁锢能量。什么？就在元尊和明九王微微一惊之下，那恐怖的气息已经将元尊和明九王的身躯牢牢地束缚了起来，使得他们的大道神力在这一瞬间仿佛被什么东西封锁了一般，竟然无法彻底的释放出来。糟糕，这恶魔还想垂死挣扎。明九王脸色极度的暗沉下来，其表情也是变得无比的严肃认真。这恶魔真是百足之虫啊！只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他还隐藏如此诡异的手段。元尊身上的金光也是逐渐的暗淡下来，其大道神力也有所减弱。不过明九王这一次也不再隐藏什么手段，直接拿出自己从未施展强大底牌——绝世神器生死斩鬼戟。一道紫金色的光芒从明九王的手中散发而出，随着光芒消散后，几头部位呈现出锐利的三角形，中央有一个尖锐的尖刺，刺的两侧各有一片月牙形的刃，让人不寒而栗。周围刻画着精美的花纹或图案，散发出一种极其浓厚的生死气息。只要被这鬼戟刺中，上面的生死气息就算进入被刺的那人体内，只要明九王愿意，那人的生与死就会在他的一念之间。那是好浓郁的生死之气。看到明九王亮出了自己的最强底牌后，那些众神指强者纷纷表情各异，无比的震惊对方手中的那道武器。仅仅一眼扫过，他们体内的生机就出现了异常的波动，就仿佛对方是一位能够轻易的掌控他们这些人的生死一般，无比的诡异可怕。这就是明九王真正的底牌。生池经百地，光乱世青春，杀气腾幽朔，寒芒气鬼神。明九兄，没想到你还拥有如此强大的绝世神器，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36大绝世神器中排名第18名。生死斩鬼戟。感受到明九王手中那鬼戟所散发出来的生死气息，元尊便是在第一眼就知晓了这道武器的信息。自创立神元宫以来，元尊对大咒中的一些绝世神器以及其他宝物也进行了诸多的了解，所以这也就是他在见到明九王的这道绝世神器之后，就能够一眼认出来。哈哈，好眼力，这的确是36大绝世神器中排名第18的生死斩鬼戟。本来这东西我很少拿出来，不过今日这恶魔还想试图挣脱封印，也只好拿出来，让这恶魔尝尝绝世神器的威力。明九王大笑一声，对于自己这道生死斩鬼戟的力量，他可是有着极其大的信心，所以对付如今只有一只手臂力量的恶魔，也是绰绰有余了。
恶魔，你不要垂死挣扎了，我现在就用我的绝世神器，将你永远的封印于此。明九王一脸决然，对着下方还在苦苦挣扎的大地之手，便催动手中的绝世神器之力，鬼戟舞动间，周身浮现出数道恐怖的鬼灵。鬼灵一出，整个天地都仿佛都变成了他们的主场，伴随着鬼哭狼嚎的声音传荡开来，几间划破天际，与风雷相应，雷霆万钧的力量凝聚于一点，无人能够挡其鬼戟的恐怖锋芒。随着明九王施展出自己这真正的底牌后，刚刚那恐怖气息也是直接被打破，鬼戟直向那大地之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一眨眼的功夫下，生死斩鬼戟的力量正中在了大地之手上，能量的碰撞尖锐声音在空气中不断的回荡着，双方恐怖的交锋如同两道闪电划破黑暗，瞬间点燃了这片黑暗的天地。明九王紧握着手中的生死斩鬼戟，感受到一股巨大的力量从戟头处传来，心中不禁暗自啧舌，这恶魔竟然还有力量抗衡。不过在明九王的眼里，这样的抗衡也只是浪费时间而已。在那不懈的冷哼下，生死斩鬼戟上的生死气息再一次的爆发，紫金光芒闪烁，双方在黑暗中无尽的交锋对抗。生死斩鬼戟所显现出来的鬼灵，如同魑魅魍魉一般，不断的攻击在大地之手上，能量碰撞的声音持续不断的回荡在无量深渊中，闪烁着冷冽的寒光。每一次的能量对抗都是充满了致命的威胁，令人无比的心悸。见到明九王将大地之手压制后，元尊也是将极雷神锤与封印神法大阵彻底的引动，一道光芒闪现，极雷神锤逐渐的消失在众神之的视野中，因为他们都知道极雷神锤不是消失，而是成为了这里封印神法大阵的阵眼。终于替换成功了。元尊淡淡一笑，便是开始引动这一方封印神法大阵之威，对着大地之手笼罩而下。封印神法大阵的威力无比的庞大与可怕，封印形成了一道巨大的吞噬黑洞，对着大地之手便是散发出无尽的吞噬力量。又是这令本大地厌恶的力量，不要！大地极怒地喊道。不过他的叫喊可没有什么作用，就算散发出恐怖魔气，也在那瞬间就被这巨大的吞噬黑给吸纳了进去。大家都是被这强大的封印神法大阵之威的力量所深深的震慑住了。在场的不管是谁，就连元尊和明九王两位大道大能都被这封印的力量所震惊，因为这封印的力量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本身的力量。这里的封印神法大阵的能量至少已经达到了造化主神的层次，难怪能够封印住这恶魔的手臂。终于引动封印的这股力量了，恶魔你还是永远的待在里面吧。此时明九王脸上已经挂着胜利的笑容，这一次他过来此处，其实是明九王背后的那位大人物司神叫他过来解决这恶魔的事情，如今却是解决了这恶魔，那么他回去也好交代了。想到这里，明九王将生死斩鬼戟的力量爆发到极致，使得大地之手的力量逐渐的减弱。另一处区域，几位权魔目光灼灼地看着即将被封印的大地之手，并没有上前阻止的意思。或许在大家的眼里看来，就算他们上去阻止也无法阻止，毕竟两位主神的大能可是摆在那里，上去也是一个死。但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这些权魔没有上前阻止，是因为他们的计划已经完成第一步了。然后趁着元尊和明九王在封印大地之手的间隙，大灵权魔的目光中闪过一丝诡异之色，然后对着其余的权魔森然道：计划已经完成第一步了，趁着他们在封印，我们先撤，不然等会我们想走都走不了。大灵权魔的声音落下之后，那些权魔便是化为了一团团黑气，最后消失不见。看到灭神府的那几位权魔此时离开，一直在场的四御天神君此刻也想要离开此处。虽然他的实力比起其他众神只要强大，可是在元尊和明九王的眼中，就是一只随时捏死的蝼蚁罢了。既然无量神渊中的彩色天元池和灭世神火的本源无法夺得，那就只能尽早离开了，不然再迟一步，自己恐怕就要永远的留在这无量神渊中了。留得青山再不愁没柴烧，先走回上策。四御天神君的目光先是望着元尊和明九王的方向，看着他们二人还在封印腾不出手时，心中暗自窃，这是个好机会。旋即他便是催动神力离开，然后再对着已经昏迷的灵动和沐尘两位御灵处打了个响指。顿时他们二人的眼睛直接睁开，瞳孔已然无神，就仿佛已经死去了一般。死气刚刚被抽走了一大半，不过至少他们没有彻底的与玉心断开联系，真是让本神君都感到吃惊啊！真是好顽强的意志力，你们两位留着还有用处，好像与那叫萧炎的小子关系不错是吧？四御天神君似是在想什么，然后喃喃自语一声后，身影直接原地消失，准备逃离此处。随着四御天神君的消失，灵动和沐尘两道御灵竟是发出的痛苦的叫喊声。在第一时间，萧炎就看向那处，只见这一看之下，灵动和沐尘二人现在表情无比的痛苦狰狞，这是怎么回事？旋即，萧炎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灵动和沐尘的身边，双手放在了二人的肩膀之上，一股奇特温和的力量不断的灌入他们的体内。有了这股力量的入体，刚刚那痛苦狰狞的表情稍稍有所好转，而且这股奇特力量在灵动沐尘二人体内释放出能够净化一切的能量，钻入到了二人的血液之中。而萧炎所施展的
这股奇特力量便是焚神之力。或许是焚神之力的特殊，竟是让他们二人的意识暂时的恢复一丝。就算是如此，但是此时他们却是被一股力强行的召回去。他们如今成为御灵后，根本就没有自己的主导权，怕是很快就会被召唤回去了。看来我们还是无法逃脱那个东西的束缚。感受到那股强行召回他们的那股力量时，灵动的脸上浮现出一道仿佛是已经失去了任何逃离的希望之色。灵动兄，又是那一股力量正在召唤我们的身体回到那个地方了。一旁的沐尘看着自己身体开始变得虚化起来，就知道时间留给他们不多了。不对，除了那股召唤我们的力量，我们体内还有一股极其奇特的温和力量。这股力量好像是萧兄的那道金色能量。随着意识有所恢复，灵动也在这时察觉到了在自己的体内还有一股力量，而这股力量好像与之前萧炎进入焚神形态时所爆发出来的力量一模一样。沐尘也是有所感悟，旋即二人便是异口同声：是萧炎兄。他们便是转头看向了放在自己肩膀上的那双手，很快一道熟悉的瘦削俊俏的五官出现在了他们的瞳孔之中。林兄，沐尘，你们怎么了？为什么刚刚你们的身躯变得虚化？萧炎见二人的目光投来，急忙地问道。他们三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面了。自从招揽神会结束后，灵动和沐尘二人便是前往了神指联盟中。按理说，进入第1等级世界的超神巨无霸势力，应该将会有着极其多的神之资源，使得他们在神之路上越走越远，实力越来越强才对。要不是这一次的无量神渊之行，恐怕萧炎都不会知道获得了招揽神会的前10名，有了进入神指联盟的资格之人，如今竟是变成了这般模样。萧兄，没想到我们还能够见上一面。灵动体内的焚神之力不断的进化着，恢复了稍些意识后，再见到萧炎的这一刻，心底里也是有些意料之外。林兄，沐尘，你们在神指联盟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何会变得如今这般模样？萧炎实在想不明白。那么多神势力以及超神势力都想要进入神指联盟，为的就是能够获得丰富的神之资源进行修炼，使得在这无尽头的神之路上能够走得更远，变得更强。此刻，萧炎非常想知道，究竟是什么人让灵动和沐尘变成了如今的样子，生机全无，死气蔓延。萧炎兄，还能够见到你，让我沐尘也感到了意外的惊喜了。在那个暗无天日的地方，我们根本无法逃脱，更不可能会与萧炎兄的再一次相见。虽然我和灵动兄已经想尽办法要逃离，可是种种原因的因素导致我们又会被召回去。我们的灵魂已经与神体分开，如今唯有残留的意识存在神体内。闻言，萧炎的眉头都是紧皱了起来。灵魂和神体分开了，如今只剩下一具神体吗？没有灵魂的神可就不是神了。林兄，沐尘，究竟是谁将你们的灵魂抽离神体，将灵动和沐尘变成如今这般模样？萧炎很想知道究竟是谁做的，他炎帝萧炎一定要将这个人亲自手刃。萧兄，神指联盟没有想象的那般简单，因为我就是发现了联盟中的秘密后，我们就遭受到天龙大神君的毒手。后来要不是江陵神君替我和沐尘二人求情，恐怕今日我们三人也不会有见面的机会，或许我们早就死在了天龙的手中了。原来灵动和沐尘没有彻底的陨落，是因为江陵神君救了他们。不过神指联盟中的高层并不打算那么轻易的放过知道那个秘密之人，所以既然死罪免了，但活罪依旧要承受，只不过活罪竟是比死罪更加的痛苦100倍。萧炎瞬间释放出极其浓郁的杀气，对于那位天龙大神君，萧炎已是深深的刻在自己的脑海中，日后前往神指联盟，必须要为这个让灵动沐尘变成这般模样的大神君付出100倍1000倍的代价。拳头也是不由自主的紧紧握拢。就在这时，灵动和沐尘的身形再度虚化了，身体开始逐渐变得透明起来。那东西正在拉我们回去，看来不能再多留了。灵动沐尘看着自己的手臂已经变得透明，但是脸上并没有出现什么情绪，仿佛这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了。萧兄，我们留在这里的时间已经不多了，以后一定要小心神指联盟的人，特别是联盟中的高层之人。如果碰见这些人，能够远离多远就多远。能够让灵动沐尘二人都说出这样的话，这神指联盟真的有那么恐怖吗？神指联盟的高层，这个联盟中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为何知晓这个秘密的人都要遭遇这样的经历？就是因为这般朴素迷离，萧炎对神指联盟也越来越感兴趣了，心想着日后一定要亲自揭开神指联盟中的秘密，同时找到那名叫天龙之人，为灵动和沐尘报仇。看着灵动和沐尘的身体越来越透明，萧炎就知道了，现在他根本无法留下他这2位兄弟。林兄，沐尘，你们等我，要不要多久？我一定会前往神指联盟找到你们，将你们解救出来。萧炎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无比的坚定，而且是那种说了就会100%去做到的那一份坚毅。因为灵动和沐尘乃是他的最好兄弟，曾经出生入死，联手大战那些比自己更强大的劲敌，一步一步走到如今的神之路上。而且不管是过去、现在还是未来，他们3人必须继续一起并肩作战，去挑战更强大的对手，使自己变得更加的强大起来，成为神界中的大传奇也不是不可能。甚至他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追赶元尊的高度，有朝一日能够领悟大咒中的大道，迈入主神领域。但是在灵动和沐尘的心里，希望萧炎日后不要来神指联盟找他们，毕竟那个地方不是人待的，而且会非常的凶多吉少。
或许就连萧炎也会被炼化成玉灵，这是他们更不愿意看到。以及所发生的事情，灵动和沐尘二人便是相互看了一眼，然后摇着头对着萧炎劝道：萧兄，千万不要来神指联盟找我们。听到灵动沐尘这么一说，萧炎感到有些疑惑，道：林兄，沐尘为什么不让我神指联盟？联盟之中真的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吗？为了不让萧炎去救他们，灵动沐尘二人也是决定将联盟中他们所知道的一些事情准备告知萧炎。萧兄，不让你来神指联盟救我们，是因为那些东西正在推动一个极其恐怖的大计划，而且神指联盟也并非表面那般简单。果然，这神指联盟不简单，看似巨无霸的超级联盟势力，其中的秘密更是恐怖至极。萧炎眉头微微皱起，聆听着灵动沐尘二人接下来的话。现在的神指联盟只是表面，而那个大计划就在联盟的高层中进行。看似为了制衡第一等级世界和平，神之资源极其丰富的神指联盟，诸多神指拼尽一切代价，皆是想要进入神指联盟中，以为只要进入神指联盟就有丰富的神之资源给予他们修炼。其实并非如此，而想要获得神指联盟中丰富资源，前提是必须要成为联盟的真正成员，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联盟中的真正力量和数不胜数的神之资源。而想要成为真正的联盟成员，必须要与轮回盘达成契约，只要契约一达成，不仅实力会大大的提升，只要神体或者神魂没有抹除，就有着在神之联盟中重生一次的机会。不过在萧炎听来，需要与轮回盘达成契约，才能获得神指联盟中真正的力量和资源，这倒也是正常，不仅能够实力提升，还能够获得2次生命，这不是那些加入神指联盟最终的目的吗？萧兄，是不是听着这没有什么问题？灵动知道萧炎心中所想，也是一语道破。萧炎不置可否的点了点头，而接下来他们二人所说的话，才是让的萧炎有些震惊好奇。那是因为神指联盟抛出这样的诱惑，而成为了联盟真正的成员后，他们的实力权力也都会随之提升。但这些都是表面，他们真正做的事情，竟是连我们想都无法想象到的事情。讲到这里，灵动和沐尘二人的面色也是一变，无比的凝重与恐惧。能够看到他们二位都感到恐惧的东西，肯定不是一般的东西。所以说，在那神指联盟之中，肯定有着让常人无法想象出来的事情。那么，究竟是什么事情，能让灵动、沐尘二人都会感到恐惧？一直强调不让萧炎来神指联盟救他们，他们宁愿自己牺牲，也不想让萧炎过来。如今我和沐尘变成这个模样，也是因为我们在那天误打误撞间发现了神指联盟高层的秘密，而知道了那个秘密的人基本上无一生还。我们两个成为玉灵，是我们在神指联盟中遇到的第一个器重我们的五域天神君，不过也是成为了半死半活的状态了。说到这里，灵动沐尘的身影再一次的变得更加的透明起来，几乎要消散了一般。知道自己马上要被召回去，也是挤出最后几个字：那个秘密就是他们要造一个。还没等灵动沐尘把最后一句话说完，一股力量直接将他们彻底的强行召唤了回去。萧炎想要伸手抓住他们，确实扑了个空。灵动和沐尘的身影消散后，只留下萧炎一人，看着他们消失的位置，只看到自己那摸不着任何东西的手，稍稍的愣了一下。不过萧炎知道这已经是无法改变，灵动和沐尘如今已经变成玉灵，他们的身体已经无法自己控制。但是从他们的嘴中得知，神指联盟正在实施大计划，好像是在造什么东西。至于这灵动沐尘还没说完的话，萧炎就算想破头脑也无法想出真正的答案，而真正的答案只有日后自己进入神指联盟之中方才能够知晓了。那个不为人知的秘密究竟是什么？萧炎必定会去探查，以及救出灵动沐尘二人，怕是他们两个人在联盟之中受尽了折磨和痛苦，所以萧炎也是决定要尽快前往神指联盟中救出灵动沐尘。只是想要进入神指联盟，就必须将实力达到突破至5重天位神，不然的话就连进入诸神万界的资格都没有。一想起最低门槛都要5重天位神才能进入的诸神万界时，萧炎体内的血液沸腾了起来。对于诸神万界，萧炎虽然了解的信息不多，但能够知晓那是3大神界之首，其中的资源怕是整个大宙之中最丰富最多的浩瀚无尽之地，难怪会称之为万界。随着灵动沐尘的消失，4域天神君和那几位权魔纷纷逃离之后，这片天地也是逐渐的进入了尾声。萧炎转身看向另一处区域时，那里的空间虽然依旧爆发出惊人的能量，可是那光芒已经渐渐的减弱。看来大地之手的封印已是差不多成功了。经过众神只目光紧盯封印之地的片刻之后，那可怕强大的封印之力竟是消失不见，隐匿在了无量神渊的某处。这一次还好有着绝世神器极雷神锤作为大阵之眼，不然的话那就有些麻烦了。元尊明九王2位主神脸上也是恢复了正常之色，旋即将玄奥强大的大道神力收敛在了体内，目光看着大阵之眼的位置，而那里现在没有任何异常，一切都是非常的顺利。这恶魔终于是将其封印其中了。明九王吐了一口气，想来要不是他拿出自己的底牌以及联手这位神界大传奇的元尊，恐怕想要封印大地之手怕是非常的困难。元尊兄，这一次多亏你了，老夫都钦佩你的实力。将这恶魔彻底的封印之后，无量神渊的危机也是解除了。呵，明九兄叫我周元便可，只是可惜那几个魔物给逃跑了。周元将天元笔收起后，便是朝着明九王微微一笑道：
闻言，明九王也是笑容回应，回答道：“好吧，周元兄，那几个魔物逃就逃了，实力最强的也就9重天位神罢了。如果他们还敢出来为非作歹，老夫不介意将他们的灭神符捅个窟窿。”哈，还是明九兄有魄力啊！那几个魔物的却算不得什么，唯有灭神符的那位神秘符主倒是让我感觉十分的棘手。元尊讲起那灭神符符主的时候，脸上那洒脱的脸色顿时转变成凝重之色。看来周元对于灭神符那位神秘符主倒是有着几分忌惮。